大家好，我是国家中医针灸理疗师和中药调剂师吉比。一转眼已经到了2024年，在2024年，我们该怎么去注意养生呢？我们的祖先充满智慧，他们运用五运六气的方法，就是利用最近年所用到的天干地支和自然界的气候运动气象去结合，去推论气候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健康的疾病和影响。比如2023年是癸卯年，它的五运六气的预测就是水火运不及。2023年的心脑血管发病率非常的高，它的寒湿也特别的重，所以那一年的老寒腿发病率也很高。还有骨关节痛，相对于其他年份也严重的多。还有2023年冬天的天气，根据五运六气的气候反温来看，这个冬天它反复无常，有时候热，有时候冷。所以这种气候就特别适合甲流支气管肺炎和这种流行病的这感冒的流行。那2024年的甲辰年会是个什么情况呢？明年上半年太阳寒水，就是天气不会那么热，所以我们的这个季节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可能到明年年上还会有一个小的尾巴，比如说肺炎也好，传染性的甲流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传染病也好，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防范。到2024年下半年，我们所谓的太阴湿土，下半年会湿气会比较重，说明寒湿很重，这个是明年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如果你看旁边这张图，2024年最重要的大运就是土运太过。如果从养生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怎么理解？土代表脾胃，土运太过则代表脾胃土过盛，土是克水，肾脏属水，所以养护肾脏在2024年的甲辰年变得特别重要。而如果脾胃太过，那很容易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会出现便秘。如果说你现在是便秘很严重的朋友，明年一定要注意了，今年就得开始把自己的一个脾胃里面的火给它泄一泄，让它能够恢复正常。而如果今年的脾胃虚寒，湿气很重，一定要把自己的脾胃给调养好，明年湿气会更重。所以2024年的重中之重，第一就是养肾，第二个重点就是调养脾胃，让脾胃不要太过。好，养护肾脏的方法很多，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套简单、有效、低成本的方法，通过点按穴位就能够进行肾脏的养护。第一穴位，太溪穴。我们的脚踝最顶端跟脚后跟这根筋的中线的连线，这个中点就是太溪穴。太溪穴是肾脏的一个原穴，肾脏元气和原动力产生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揉按这个太溪穴，特别是感觉到自己的腰酸腿软的，或者说是小便不太好的，一定要多揉按。这个穴位不仅可以补充自己的肾气，还因为这是自己肾脏的一个反应点，如果反应越强烈，它就说明肾脏的亏虚比较严重一点，或者是这条肾经上的淤堵比较严重。第二个是什么穴呢？就是肾经的母穴，我们叫复溜穴。它在太溪穴直上2寸的地方你两侧都要揉按10到15分钟左右，在晚上9到11点睡觉之前操作，或者早上起来进行后，早上起来后进行揉按都是可以的两边都按照顺时针进行操作。这两个方法对养肾特别有好处，大家可以坚持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好，接下去来聊聊怎么养脾胃。养脾胃的地方方法很多我们除了日常的食疗我们会有另外的视频来介绍怎么通过食疗来养脾胃。今天我们讲讲按什么穴道可以养脾胃。首先看这个穴道，阴陵泉，在小腿内侧，胫骨内侧骨下缘与胫骨缘至睑的凹陷处有点拗口，来个简单易懂的。沿着我们小腿内侧的大骨头筋骨往上摸，摸到之后有个东西卡住你的手了，那个就是我们的内侧缘。然后下方就是往下方去进行摸索摸到一个凹陷就是阴陵泉，穴位一定在凹陷当中。好，另外一个就是曲池穴。曲池穴非常的好找我们把肘部弯曲，会看到一条横纹，然后在这个条线的外侧端去找到一个明显的凹侧处这个就是曲池穴。这两个穴位的手上的穴位都可以进行揉按揉5到10分钟手法可以稍微重一点按到有酸麻胀痛为止。这个位置还可以进行艾灸跟针刺，推拿和拔罐也可以的。
湿热体质的朋友，每天都要进行操作，每个穴位5到10分钟左右啊。经过揉按之后，可能会出现打嗝等排气现象，恭喜你，这都是好的症状，说明你的气血在疏通了啊。所以根据五运六测的预测，2024年会比较寒湿，所以每天我们都要揉按这2组穴位来健脾祛湿，获得身体健康。以后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怎么通过食补来健脾祛湿。祝大家在2024年甲辰年身体健康。我是你的中医针灸理疗师吉米。